朋友们，《道德经》里面呢有这样一句话，可以说它背后呢隐藏着通向觉醒的秘密，那就是自知者明，自胜者强。这句话呢，相信很多人也在《道德经》以外的其他地方听过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呢对它的理解都太肤浅了。首先，自知者明是什么意思呢？用白话文解释呢，就是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人是明白人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，我自己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自己呢？你真的知道你自己，认识你自己吗？西方几千年的哲学体系都建立在3个问题上面。哪3个问题呢？第一个问题，我是谁？第2个问题，我从哪里来？第3个问题，我到哪里去？但它们本质就是第1个问题，我是谁？古希腊的神庙上面就雕刻着一句话，叫认识你自己。西方几千年的哲学就建立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之上，以及真正的知道我是谁的基础上。实际上，儒释道也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找到那个真正的自己。佛家把这个真正的自己叫做佛性，叫做空性，叫做觉性。禅宗给它命名叫自性，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人人本自具足，所以叫自性。还有一个名字大家可能也听过，叫本来面目。王阳明把它叫做良知，孔子把它叫做天理。这就好比爸爸、爹爹和父亲等，只是不同名相，但本质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圣人们都教导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？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生活中99%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们所认为的自己是思维层次的，我们所认识的自己是头脑让我们觉得我们认识到了自己。其实我们完整的生命是由3部分构成的，第一个是我们的肉体，第2个是我们的精神，第3个就是我们的灵性。这就是身心灵3位一体，组合在一起才是全部的生命。但是我们只知道我们自己的肉体，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的思维以及情绪状态。但是我们的思维，也就是我们的头脑，它喧宾夺主了。在当下的时空节点，很多人根本没办法让自己的头脑停下来。如果你能驯服它，那么意味着你想睡觉就立刻会在几秒钟睡着。你要想不想一件事情，那么就应该不会再出现关于这个事情的念头。你想控制情绪，那么你就不会恐惧、担忧、害怕。但你做不到。头脑的2元评判已经覆盖了你整个生命了。其实人类几千年来就是这样发展的，大脑代替了我们整个生命，所以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道德经在那时候就说出这句话，说明在2500年前的人就已经开始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了，认识不到自己了。黄帝内经的第1篇叫上古天真论，里面会描述在上古时期存在一些人叫真人、圣人、智人，他们天人合一，与天地精神往来。那个时候他们是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谁的，也就是说他们与自己灵性觉性的一面在一起。而渐渐随着我们不断地利用头脑，总要有一种战胜自然的想法出现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妄想。头脑以妄想的形式凸显自己的存在，我的执念产生，于是会对万事万物贴上我的标签，慢慢一步步演变，还要想获得更多，还要想所谓的征服自然。诞生于自然又怎么可能战胜自然？总是说社会在发展，到底怎么叫发展？认为改造自然就叫发展，认为所有的东西一定要变得便捷、变得快、变得满足并扩大欲望才叫发展。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会想慢下来，这样反而会更好。就像说你总会去回忆说小时候的你特别快乐，小时候的你无忧无虑，
因为小的时候是你与最本质的灵性站在一起的，但随着长大，你越来越知识化、概念化、贴标签，然后向外求取的越来越多，你不断的在权衡比较当中，你不满足于现状，没有与真正的你自己站在一起，越来越偏离了真正的你自己之后，久而久之，外界还不断的往外拽着你向外去走，你已经不知道你已经真正的脱离了真实的自己。所以当你20-30岁也好，或者说在当下的时空节点，一些小孩可能从10几岁开始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灵性，那一点灵光可能已经不在了。我们说小孩子现在接触社会非常早，他们很早就变得像人精似的。所谓人精呢，意思是已经社会化程度非常高了。社会化程度非常高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很小就已经跟权衡比较打交道了。无论你小时候经历了什么，你记忆里一定会留存一些你小时候美好的记忆。那个时候可能一块糖果就会让你心花怒放，因为你去求的不多，你还没有完全比较起来，还有一点灵性的东西保存，那个真正的良知还在。这就是自知者明。当你真正知道你自己的时候，也就觉醒了。用佛家的话来讲，当你不知道你自己的时候，你就处在无明的状态。在无明的状态就会有烦恼，因为是妄想执着在控制着你，外界的所有东西在拉扯着你，而你自己还在不断的去认可，把外界认可的这份虚荣也作为了你自己内在的一种需要。所以说外界有什么，你就觉得自己需要什么，你就需要抓取什么。你内在的这种二元评判的头脑小我本质就是一种虚无，所以它必须要一种东西来填满它。所以说你会觉得空虚。小我会呈现3种状态，那就是快乐、痛苦以及无聊。当你无聊的时候，你就会向外去抓取一些东西，你抓取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到快乐。但是你要维持这种抓取的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到痛苦。感觉到痛苦之后，你也许会放手，但放手了之后，你就会感觉到无聊和空虚，于是你就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当你的目标在达成了之后，你又会感觉到很快乐。这种奖罚的二元机制以及中间的过渡段，就是佛家所说的色受想行识。其实《道德经》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讲呢？就是在一个觉悟的人，当他真正认识到他自己，比如说认识他全部生命的自己之后，他是非常和谐的，与真正的自己站在一起。那个真我也教导，当你认识不到你的真我的时候，没有与真我合一的时候，一直是小我在控制着你。小我就好比编码和指令，你就好比是提线木偶，在小我苦乐、空虚和无聊3个武器之下，受他摆布还不自知，认为苦乐空虚都是自己产生的，所以叫自知者明，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，也就是回答了我是谁这样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再看后一句，自胜者强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自己需要战胜自己才能作为强者，自己要战胜自己，那就说明有2个自己存在。如果没有2个自己存在，又何来自己战胜自己呢？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就比如说你有胃炎，身体不太好，但你就是想去吃辣的，克制不住自己吃辣的这种欲望。这个时候你会想到有2个自己，一个是欲望控制下的你，一个是理性分析层面的你。再举个例子，夫妻吵架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你明明知道在此时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应该再去说下一句话，再去伤害对方。
但是哪一个人先能够停下来呢？当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最根本的战胜自己是不生发出这个情绪。但是在已经生发情绪的情况下，最起码你先摆脱情绪的控制，那也算是一个暂时层面的战胜自己。或者说，一个人想戒烟，你能不能真正的战胜自己去戒除烟瘾呢？好，讲到这里，你发现了没有？欲望的你和一个理性的你，这就已经有2个你了。当然，这2个都不是真正的你。真正的你是生发出欲望以及理性的你。真正的战胜自己，就是跳出欲望覆盖下2元评判的小我。从自胜者强这个角度来说，你能够战胜自己吗？你现在那个自己，是自我认知范围里面形成的自己。就像我们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认知范围里一样。如果说全球没有一个人成为觉者，每个人都是在自己从小到大所养成的思维惯性的框架里生活，那这个社会就会有矛盾。因为你的认知是这样的，你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，这么做是对的，他认为那样做才是对的。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观点，这么多人针对一件事有不同观点，那么分成2派，分成3派，分成4派，可能有10个观点就要分成10派。生活当中，夫妻2个人针对一件事，你有你的观点，我有我的观点，插入双方父母的话，可能又会形成多个观点，形成很多对立的不同观点。但是这件事情抛去每个人头脑2元评判的加工后，它肯定有一个符合自然而然的道理存在，符合整个3维宇宙运行规律的存在，不需要人为的去加上主观印象。这个东西是万物共有的，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需要我们战胜自己的思维惯性，把已经形成惯性的这个巨大的雪球给扭转过来，颠倒过来。这个就是佛家所说的远离颠倒梦想。所以我们说头脑并不是全部的你，你需要跳出程序指令的控制，就好像你在梦境里，梦境里的一切都告诉你是真实的，所以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这就是活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，这个头脑2元评判形成的认知就构成了你自己的梦境。当你自己的认知与他人的认知放在一起，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，你梦的内容就偏向了噩梦的方向，你就会非常难受，非常痛苦。但是之后随着这个认知慢慢的你融合了也好，或者是避开了也好，你就又在梦里非常安然的去入睡了。你仍然在梦里，但是战胜自己也好，认识自己也好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从梦里醒过来，找到真正的你，认识真正的你，还原你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找回你的一点灵光，这才是觉醒。自胜者强，不受妄想执着控制，体悟到了真正的自己，真实的世界，跳出了善恶、美丑、好坏，跳出了2元评判的头脑。生活中的任何情景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没有一个失去，也没有一个得到。物来顺应，静看庭前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不为境转，即同如来。一切都是来时的样子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